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跟我们交流一下。当然，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雷倩，倩姐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另外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 大家好。还有军事战略专家邱世兴老师。何荣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这个礼拜的焦点还是锁定在中东啊。我们都知道，美伊协定好说这个停火2周的期限，下个礼拜4月22号这一天就要到期了。上周末呢，美伊双方的谈判，我们知道最后是没有结果。这个范斯，美国的副总统呢，他是无功而返。而第2轮的谈判传出在20号这一天会继续登场。美伊的局势会不会陷入加萨模式啊？就是打打停停。但如果真的是如此，川普恐怕是不乐见。几个周末前呢，那么在美东时间4月16号这一天，川普在白宫发表最新的声明，他宣称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放弃核武野心，并且强调美伊双方达成全面协议的时机，他说非常近了。而他也强调呢，如果协议在巴基斯坦的首都就是伊斯兰马巴德完成签署的话，他本人甚至可能会考虑亲自出席。但是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又报道呢，说五角大厦将会在未来几天向中东增派数千名的兵力，包括布希号的航母上面大约有6000名的士兵，还有在航母旁边护卫的几艘战舰那也有约4200名隶属于全狮号2栖戒备群以及上面搭载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队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士兵，预计在4月底会抵达中东。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重点在于说呢，如何处理伊朗境内的浓缩铀是目前美伊双方在协商上、谈判上的一大分歧。美联社有一个最新的报道，今天中午特别看到了。中国大陆方面呢，就是传出提议可以监管保存伊朗的浓缩铀，而有分析指出，如果这个提议美伊双方都同意的话，有可能让现在的僵局出现转机。先请教倩姐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吗？就是让美伊双方现在都有一个台阶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创意的建议，但是在美国方同意的机会，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小的美方不太可能同意，因为跟他们原先的战略目标不太一样，并且呢，也跟他们现在对国内的主要叙事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若是答应了这一个由中国监管的提议，那么美国国内的叙事就要全部重做。对，那目前你可以看到美方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在跟他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目标现在通通改了，改成了核武资。那有没有核武能力，是他之所以能够继续用军事去进入核武资的主要的叙事。是，所以这核武能力跟浓缩铀既然是主要叙事，那么美国最后还要军事介入的正当性，以及它整个的战争的最终结束，这个 end game 都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所以显然不会是他容易接受的。现在卡就卡在一个是浓缩铀。那刚刚您提到说，这个是原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行为，就是战争行动的时候呢，他特别讲说，他的战略目标首要的就是要解决伊朗的核能力那但是第2轮马上眼看着现在传出说20号要进行谈判，您觉得第2轮双方又会再往哪个目标继续的推进？因为现在包括了我们提到的这个浓缩铀的部分，美国说20年嘛，那伊朗说5年，双方在那边喊价。后来还有一个2年，他们中间有一个很多，就是20跟2年中间的差距。就第2轮谈判，您觉得会谈出个什么结果吗？你如果看到现在特朗普的作为的话，他就是很快的希望去宣称他完成了第9个和平跟第10个和平，对，把战争结束所以他希望能够有用英文说就是 off ramp， 能够下车下这个高速公路的形势是非常明显的。可是呢，你仔细去看的话，他必须要把荷姆斯的情况控制住。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方面呢，荷姆斯是他的重中之重，浓缩铀是他的主要借口在这2个的取舍中间呢，大家都知道，这个 JCPOA 就是以前的核谈判，其实就是川普自动退出的，他自己退出。以前所答应的那些条件，比现在在桌上的条件并不差。所以说他总是有一个叫做他最后的一个可能的 fallback position，就是到了 JCPOA。
可是呢，荷姆兹的状况立刻就会经过它的金融传导链，到了它很重要的，就是在石油的期货一路到了在华尔街以及美国国债，就是美国的美元、美债跟美股的这个市场，所以它这个地方的捍卫的能力会更强，所以要能够无论是象征性的或是实质性的去控制荷姆斯海峡的未来，对，创造一个新常态，而这新常态是以美国为至少是共主的，它也许不是唯一的可以处理的。现在提的都是共管。美国在这个荷姆斯海峡的新常态呢，对于它对美元、美债跟美股的作为来讲是非常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个应该是美国在真正谈判的时候底下所交换的东西。表面上交换的当然是你前面的那个理由一定要去处理到，所以核右要去处理，但是真正的荷姆兹是它的重中之重。您看到这个谈判前夕哈，这好像大家说又来了，是这个在一方面说我们要达成这个谈判协议了，然后呢时间快到了，可是一方面又增兵，另外又是在极限施压，为这个谈判做预备，是吧？对，他现在是在一种压力型的谈判，就是极限的压迫式的，压迫对手的一个谈判，所以它还是美国的那个叫做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嘛，现在是谈判 through strength 啊。那么在这个压迫对手的谈判中间呢，军事的实力、海军的实力是他们现在最常讲的。不光是赫格塞斯讲了，连白宫的米勒也出来讲说，美国的海军实力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霸权的基础。所以他现在做的呢，就是在控制谈判跟一边是控制冲突的节奏，一边是控制谈判的态势，创造对他自己最有利的、最多筹码的谈判态势。所以这个应该叫做冲突压力型的谈判。对，这个跟在加萨或者是跟那个黎巴嫩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那两个部分呢，不会外溢到全世界。而荷姆兹跟金融传导链是非常短的。昨天我在一个兵推里面，那些人讲说，我们不是在讨论几天几个月，我们在讨论几秒钟，它就会传导到全世界的美元、美股、美债。对，所以现在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啊，您又怎么看？因为民主党这边认为哈，说以色列跟川普那这时候美以发动的这场军事行动哈，没有经过美国国会的授权程序，而根据的这个美国宪法啊，这个宣战权应该是属于国会的。当然我们知道最近的众议院呢，他们否决了民主党的这个提案哈，那所以来自国会的压力，您觉得对川普会形成什么样影响吗？这个我想两位都很清楚，应该是2个月之内他要得到正式授权，否则他就不可以。就60天嘛。对，但是他在过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即便是国会施压了，他也可以转个弯。对，就好像在关税谈判一样，他就转个弯。所以我认为国会的压力对于川普来讲，只是一个路上的路障而已，他随时可以跨过。Ross 也这么认为，国会的影响不大。真的不大，因为这个提案没有通过，然后很多人还是对这个相关，不管是宪法或相关的70年代的相关决议，对，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有一个重点，即使通过国会，总统也可以不理，那国会没有办法了。其实我们看最近的因为关税议题就是这样，你跑去法院告总统的话。最终法院会说这个是政治议题，我们不能介入了。那国会唯一的方法是不拨预算给军方，对，哪有敢啊？而且目前2院还是共和党多数的，所以川普也知道这件事情。那当然，对川普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国会2院通过决议支持他这次行动，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否决也没有通过，也是对川普来说是 OK， 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结论就是没效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会影响到川普的军事行动就对了。OK， 好，你提到这边呢，我继续请教你哈，因为有人说这个也是没效啊。我们要说的就是呢，除了现在川普特别强调说美伊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哈，他也告知全球说，在他的居中斡旋以下呢，以色列跟黎巴嫩正式同意停火10天。而川普也强调说呢，他跟黎巴嫩总统还有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分别都进行了非常顺利的通话，他形容是非常顺利啦。那为了实现两国的和平呢，这2位领导人也同意在美东时间16号下午5点开始呢就停火10天。但是根据
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14号他们在华府会商的情形来看，因为现在看到的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表态了，他说呢2个重点，第一个，以色列呢这次呢打黎巴嫩呢就是为了要彻底的解决跟解散真主党。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会透过实力达成持久的和平。当然，真主党就谴责这个会谈呢根本就是投降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说现在在停火的10天，可是以色列跟黎巴嫩似乎还有得打。纽约时报的独家也说呢，以色列最近放出信号说就算现在的冲突结束，也计划要占领以色列目前打下来这个他们说要缓冲区的大片土地。好。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停火10天马上就要到了，停火10天之后，你觉得接下来是继续打吧？如果不是近期之内继续打，那时候会打。只要真主党还在，只要真主党还是一个拥有武器的武装团体，那早晚会再打。所以你觉得就是继续打就对了，只是先停火10天。不一定是在将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但是如果真主党不放弃他们武器的话，那早晚还是会再打。为什么呢？因为真主党，我看他们的历史啊，他们定期就会开始攻击以色列北部了。虽然很多以色列人是不喜欢内塔尼亚胡，连今年选举他能顺利连任成功是一个问号，但是对于处理真主党这个问题，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团结。好，所以你觉得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比照占领加萨，然后呢实质并吞在黎巴嫩现在他们所打下来，号称是要作为缓冲区的大片土地，而且是长期占有，是这样子。如果以色列占领一个缓冲区的话，在 Lebanon 的南部的话，这个是会有多数以色列人的支持，其实其他的国家也会支持，因为他们知道有2个选择。那第一最理想的选择是真主党放弃武器，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以色列就要保护国家，就有这个方法。那以前以色列是占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缓冲区，那你觉得后来有撤离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次打黎巴嫩，你说以色列嘛？对。是国家安全，这个很简单。好，国家安全，邱老师觉得呢？以色列号称是要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南部真主党之间的纷争其实已经很久了。那我们就简单说，就是其实这个决定不令人意外。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里面，推翻伊朗的政权没有达成目的，拿掉伊朗的长程弹道导弹的能力没有，拿掉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目前还卡关，也还看不到。那对纳坦雅胡来说，他必须要对国内有交代，尤其是以色列军方，所以他必须要在黎巴嫩南部发起另一波的攻势。那其实我补充一下 Rose 刚刚讲的，就是当然纳坦雅胡或者是以色列目前都宣布说他们要比照加萨的方式去占领黎巴嫩南部，但我必须要回到真实的情况跟现实的情况。如果做得到，就不需要说出来。没错，事实上就是整个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损失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进展也非常的不如原本的预期。所以前2天纳坦雅胡才跟以色列国防部跟以色列参谋总长一起到黎巴嫩南部去，实际上现场去看。那真主党并不是一般的武装团体，真主党是一支军队。那我们只能继续观察，但我对这个附带的，就是在跟伊朗的停火，然后现在衍生出来，以色列跟黎巴嫩在华盛顿谈这停火的10天。那其实你跟黎巴嫩政府谈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黎巴嫩政府管不到真主党。但是我们从目前真主党所发布出来的讯息，我们知道真主党尊重这是黎巴嫩政府跟以色列达成的协议，所以真主党也停火。目前情况大概这样。就是我要回应一下邱老师，因为他刚说是黎巴嫩政府是管不到这个真主党。其实如果黎巴嫩中央政府下决心，我们终于要处理这个问题，
美国会支持你觉得处理得了吗？其他的国家，波斯湾国家钱给黎巴嫩政府都会到了。问题是，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直以来黎巴嫩中央政府不敢。那如果他们真的下决心，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为了我们国家，这个不是不管以色列的事，不管美国的事，为了我们国家好，我们要处理这个非法武装团体的话，其他的国家通通都会支持。所以邱老师也是觉得10天到期之后会继续打。目前看起来应该跟以色列跟真主党的形势，必须要跟整个中东稳定的形势一起看，因为整个美国跟伊朗的情况，如果要停火的话，伊朗一直坚持哈马斯的问题，那真主党的问题必须要一并解决，所以现在这两个东西不能脱钩看。那我认为在朝着局势缓和的情况底下，真主党会退让。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聊。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